喂，求助电话。喂，哦，玲子你好，你看吧，就这个信息。你要是不知道，就打过去问问呗。打了，对方不接，那就更有鬼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没想到昨天又来了，这个人挺神秘的。那能是谁呀？你真不知道啊？我真不知道。茂林真的这么跟你说的？我还能骗你啊？你也许真的误会茂林了。他既然敢给茂林发短信，又敢骂你，这说明他不心虚啊。你想啊，他如果跟你们家茂林有什么暧昧关系的话，那肯定他也首先先要躲着你啊，他哪敢明目张胆的和你吵啊？哎，佳慧，从你说的这个情况来看，我分析啊，这个人的品味不高。哎，你说茂林能喜欢这种人吗？哪个猫不偷腥啊？到这个时候，他还管什么品味不品味的？佳慧，不管怎么样，在没有明确一个结果之前，你必须打起精神来。这毕竟到了这个年龄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也许吧。来了。啊，秋秋，你来了。海伦。哎呀，什么事儿不能在单位说，非叫到这儿来？秋秋啊，我是怕在单位不方便。房子我已经收拾好了，我想我还是另外找个地方租吧。你是不是因为那天你嫂子？哎，秋秋，我是不想跟你添乱。坐吧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家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没必要搬走，真的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是怕万一嘛。你是不是觉着你嫂子这个人挺事儿的，怕将来惹麻烦？我没见过嫂子几面，所以不敢万加评论。她这个人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但有一点我敢保证，她这个人本质很好，就是最近添了点小毛病。海伦，有个事儿我问你一下。假设啊，你在你老公的手机上发现了别的女人来了一条信息，你会是什么反应？那要看是什么具体内容了。就是茂林哥，我想你了。什么？那就是说嫂子说的是真的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那他怎么知道你叫茂林呢？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这事儿呢，难怪了。秋初，嫂子能不气疯了吗？要换你呢？我也会。这个短信我已经是第2次收到了，第1次我没当回事儿，我以为谁跟我开玩笑呢，结果这次又来了。我把电话打过去，想知道对方是谁，不接电话。哎呦，秋初，你怎么比我还单纯呢？他骂了嫂子对吧？你再用这个电话给他打过去，肯定是兴师问罪，他当然不敢接了。对呀。要不用你的手机试试？好，我给你找电话啊。什么号码？这个。喂，是艳红吗？我是啊，你哪位啊？哦，我是海伦，你忘了？海伦？海伦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我是保险公司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公司啊最近推出来一款新的寿险，我觉得你特别合适。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我们见面出来聊聊，我给你做个保险计划。谁有闲钱做它呀？没用。当然有用了，
哎，我们公司啊，还有一款专门针对女性方面的险种，比如说啊，你要得了什么女性方面的疾病啊，都是由保险公司来给你承担医药费。是吗？那得多少钱呀？那要根据你个人情况来定，比如说你的具体年龄、从事的行业、收入情况等等，有没有结婚啊什么的，每种都不一样。我今年20，还没结婚呢，服务性行业。你够潇洒的。哎，你在哪个单位上班啊？娱乐城。啊？你是那种人啊？啊什么啊？有成见啊？对，像你们这样的人，多少钱保险公司也不卖。我从来就没去过什么娱乐城，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哎呀，我这是天大的冤枉。我的话你不信是吧？我要认识他，我邱茂林3个字倒着写。刘局，铁庄怎么了？没精打采的，这是红中。行了行了，哎，那天给小姐留电话，不就开个玩笑吗？这个邱茂林他老婆也太脆弱了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哥几个，这个玩笑开大发劲儿了。他们2口真较真儿了。你现在局里啊，不得躲着我大哥走。他要如果知道这背后是我惹的祸，不得跟我没完。铁庄，解铃还得系铃人呐，我看这事还得你自己去摆平啊。哎，我跟我大哥道个歉行不？光道歉不行，我觉得明天找个好的酒店，把邱茂林和他老婆一块请出来，咱们仨在一起，当着面把事说开不就得了吗？哎，都这节骨眼上，他2口子闹这么僵，能出来吗？黄局是最好。邱茂林啊，我去请。他老婆咱都不熟，还是让你去吧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好，人都来齐了哈，咱们开会。今天呢是咱们农资局机关贯彻八荣八耻、创建和谐型机关这样一个动员大会。在会议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有请刘局长啊，给我们这个宣布一条人事安排。刘局长，您先讲。同志们，这个我受局党委的委托，向大家呢通报一下，经我们局党委研究决定，现在我宣布，张铁庄同志任新一届农资公司的总经理，大家欢迎。下面，秦局长，您继续吧。好，那我们农资局机关呢，贯彻这个落实八荣八耻，创建我们这个和谐型的机关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贯彻落实。首先呢，是我们这些干部要下到基层，让基层干部来学习贯彻。喂，秦总，哎，你给我大哥打电话了吗？我还没倒出空呢。哎，千万别打了啊！出什么事儿？你这么着急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当农资公司的总经理了。那恭喜啊，老弟，你高升了。哎，恭喜个屁呀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事闹大发了。本来这个位置是我大哥的，那天我嫂子到公司一闹啊，给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想啊，这时候我跟他解释，哎，他不得认为是我背后搞的鬼啊？呀啊，哎，怎么了？还是没把家辉接回来？他有本事的话，他这辈子别回来。呀！看上去一个大男人，都让你大一点嘛！是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这不是有病吗？你就不能迁就他一下啊？我来吧。啊，对了，明天呢，你把刘局长衣服带去，让他试试看合适不合适啊？不用。怎么着？这不出国，衣服也不穿了？回头再说吧，您休息吧啊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大脾气啊？不是，倒了。挨领导批了吧？要不，就什么事没做好？
农资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已经宣布了，张铁壮。张铁壮，他把我折腾成这样，他该满意了吧？马莲，想开点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凡事啊，别只看眼前，多大点事儿嘛。啊。佳慧，呀，这上午刚擦过了，你怎么又擦上了？那不是有拖把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歇会儿吧，看你累得满头大汗。按照你的吩咐，我把宋宋换洗的衣服拿回来了啊。对了，还得给你买的药。哎，佳慧，我来吧。这邱茂林也真是的，两口子吵架怄2天气就完了，他一个大男人就不能主动点儿，你说对吧？我给茂林打个电话。别打！我让你别打，我不想求他。是我打，又不是你打。你呀，这两口子的事儿，非得争个你高我低、你软我硬的，不是自找苦吃吗？本来就是，这夫妻之间呢，它就是一场战争，两个人的战争，不是我赢就是他输。我告诉你，不是一方打败一方，就是一方征服一方啊，这日子才能太平。那你闹到今天，你赢了吗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夫妻之间折腾来折腾去，最后受伤的还不是你自己。你这话有道理啊！啊，我工作也没了，儿子也没了，茂林也没了，哎，就剩个家，我才躲到你这儿来，我不是什么都没了，我不能这么败下阵来呀！我凭什么给那个女人腾地方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宋姐，干嘛去了？热气腾腾的，洗桑拿去了。哎，我来帮你啊。这2天没看你在家呀？啊？躲出去了。躲谁呀？躲鬼。鬼？谢谢啊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宋姐，你还没讲完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躲鬼。喂，季主编，是我。我正在写稿子，现在故事发展不下去了，僵这儿了。不急不急，我有耐心。嗯，我知道，您在鼓励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急，不急，能不急吗？唉，录点什么呢？离家3天后，我的主人公今天回来了。自从邱宋揭开了身世之谜，宋佳慧
就有点不能自制，夫妻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。不知道他们家现在发生什么故事，我急切的想知道。可是谁能帮我呢？你比以前瘦多了，伙食还行吗？每天都要干活吗？你终于关心妈妈了，11年了，我终于盼来了这句话。西安，你原谅妈妈了。妈，你也受了不少苦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提了。啊，你不是想知道我在外面干什么吗？我在报社当记者。那可是个体面的工作。哎呀，老天，你没有惩罚我的儿子，我心安了，心安了。西安，你都写了些什么报道？快说给妈妈听听。关于家庭方面的，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新的选题，更年期的女性。妈，我不是来刺激你的，正是因为这个选题，驱使我回到了你身边。我在写每一篇报道的时候，看到的都是你，这让我心里很苦，很惭愧。因为这些年我没有来常看你。是我对不起你，还有你爸爸。妈，你绝望过吗？我在里面想过死，可我说服了自己，死很容易，可我要活下去，哪怕是卑微的活着。我必须赎罪。我现在明白了一些，其实当年我也有过错。不，都是我不好，和你没关系。不，妈，当年你是个病人，可我不懂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所以我要用我手里的笔告诉大家，让更多的人不要重蹈你的悲剧。孩子，妈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叫你硬。抽什么风啊？你抽什么风啊？你让人当枪使了，知道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反正有些人就作吧，什么时候把这个家作散了，他就高兴了。我怎么就高兴了？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谁让人当枪使了？你不要找那个叫艳红的吗？我给你查着了。哎呦，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还用得着查吗？直接说他是干什么的。娱乐城的小姐，我从来就不去这些地方，根本就不认识她。我告诉你，有人想利用她来陷害我，明白吗？
你是多大的领导干部，还想陷害你？怎么没人想陷害我呀？编呢？编了。哼，你最好编出一本侦探小说来。你说清楚，谁想害你？肯定是利益获得者。哟，我就看不出来了，害你能得什么实惠啊？要说你脑子有病，你才不知道人家得什么实惠呢。好，今天我都告诉你，你听明白了。那天你当着刘局的面大闹一场之后，第2天我们单位就宣布了总经理的人选。谁呀？张铁庄。他怎么能当总经理呢？行了，别哭了。事已至此，哭有什么用呢？回去睡觉去吧。咱们2个都应该冷静一下，好吧？哦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就完了？是啊，其实你们在电话里只是吵了几句嘴，那个叫艳红的都当面认了错，道了歉，可以了。可他给我们家带来的伤害怎么说？其实夫妻间非常需要信任和理解，这样也不被别人看笑话啊。哎呦呦，照你这么说，他还有理了。哼！铁庄呢刚刚上任，你们呢一定要支持他的工作。尤其是财务一支笔，那绝不能含糊。怎么这件事情还需要我到农资公司来一个现场办公吗？啊，刘局，张经理毕竟是正工干部，在经营管理方面，这个事情我进来。刘局长，哎呦，是小宋啊！哎，来里边请。您忙就先忙，我在外面等会儿啊。不忙不忙，那这样吧。哎，小宋，来进来吧。刘局长，我给您送衣服来了，您试试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改日啊，我一定登门去拜访老人家。不用，来坐坐。哎，来，坐吧。刘局长，那天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那个女的的事儿啊。我误会我们家茂林了，结果咱们就都中计了。中计？中什么计啊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女的呀，是歌厅的小姐，被张铁庄给买通了，就栽赃到我们茂林头上。谁不知道啊？身为国家干部，最怕出问题的就是在作风问题上。他想败坏我们家茂林的名誉啊，自己从中渔利。哎，小宋，你别哭好不好？哎呦，哎，小芳啊，你赶快倒杯水进来，给邱处长带人啊，明白了没有？你说我们家茂林这些年工作上兢兢业业的，根本都没有时间顾家，这时候被这么个小人陷害，他的前途就完了。小宋啊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邱茂林还是邱茂林，给我的印象没什么变化呀。那你们干嘛把他给拿下来？哦，你是说总公司那个职务吧？小宋啊，这是局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。这个总经理的人选呢，是这个咱们已经考察2个多月了，绝对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情就对他。来，进来，小宋啊，有心了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给局长送衣服了。哟，刘局，对不起啊，走走。没关系，
小宋啊是跟我说心里话，有点激动。你回去呢，做做他的工作，耐心一点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局长，我还没跟您说完呢。哎呀，走吧，咱们回来再说啊。欢迎以后常来。好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。好，走了，刘队。不用。哎呀，你干嘛来了？我跟你们局长还没聊完呢。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？哎呀，我知道我上次错了，我这不是在弥补吗？我呀，不能让那些阴谋家得逞。呀，宋佳慧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有病啊你啊！你跑到这儿，你撒什么疯啊你啊！走，离开，滚！你没走？走了，又回来了，在门口傻等你半个钟头。等我？邱大处长，我真没想到你还挺脆弱的。中午在食堂看你没吃2口饭，你就回办公室了。再怎么着，这饭总不能伤你的心吧？我要真往心里去的话，那就真成了我不了了。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真的？这是去哪儿啊？这车到哪儿啊？这车终点站是沙田峪，马上就到了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那到站我们就下去吧。到站再下吧。秋秋，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在楼下等你吗？蹭饭。在我最苦的时候，你帮了我，现在啊，轮到我帮你了。你还挺义气的。可我不知道怎么帮你，也不知道帮得成，帮不成。嗨，你还以为我真拿那个官当回事儿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真的。吃好了吗？嗯。你吃。好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这是找您的钱，谢谢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见过有这么蹭饭的吗？行，算我欠你一顿。哟，爸。哎，佳慧，上哪儿了？我正准备找你去呢。我呀，跟宾馆那个小姐妹聊天聊过头了。您看看，我这就给您做饭啊。别，你看都做好了，吃吧。哟，爸，您看看，我这段时间跟茂林闹别扭，让您跟着受委屈。只要你们2个把日子过好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佳慧，你们最近是怎么了？啊，都说4时不惑。可是你们怎么最近老闹别扭呢？爸，你说我们这是怎么了？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再说了，你们都是恩爱夫妻，哪有说不过去的事？是不是？
来，吃饭。妈，我吃过了，您自己慢慢吃吧。啊，那你尝点我拌的凉藕，你不是爱吃吗？清心败火。来，真的不想吃了，在那儿啊，小姐妹们包的饺子。您先慢慢吃，吃完了叫我。哎，我来收拾。不，你不干了，去吧，休息。谢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是这个吧？谢谢小吕啊，求颂的事儿让你费心了。谢什么呀？求颂毕竟也年轻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的确让他无法忍受。这件事吧，弄得我束手无策。哎，这段时间宋姐是不是一直情绪不好？这情绪对一个家庭是很有传染力的，更何况像你们这样一个拥有青春期和更年期对峙家庭的阶段，情况就更特殊了。你是说，他跟王栋一样，都是更年期惹的祸？邱大哥，最近你们家是不是出了好多事儿啊？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总得有原因吧？原因肯定有啊。哎，那邱颂是怎么知道自己身世的？你不会又是在采访我吧？没有，话赶到这儿了，随便问问。哎呦，这个事儿咱可不是随便的事儿。你一篇文章咣叽一出去，我们家就能炸了锅，真的。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从早上我就跟在你后边转悠了，你擦完了里边，擦外边，我就帮你擦擦吧。不用。宋姐，老爷子，你们干嘛呢？这凭什么你们擦楼道？哟，人家这刚擦完呢，挺辛苦的，你就忍心往上踩啊？啊，对不起。老爷子，这会儿我来了。爸，您去烧壶开水，一会儿我做饭啊。哎，烧水去。宋姐，这楼道你准备擦到哪儿啊？真是，人家越心烦你越添堵，擦个楼道都不让人安上。宋姐，你是不是一心烦的时候就特想干点什么，并且很执着？一干起来又刹不住车，恨不能把楼外广场的地砖全擦一遍。就你明白，干点活就能看出很多事儿来。不是，那个你看你满头大汗的。就你干活执意的这劲儿啊，我挺担心的。要不明天你没什么事儿，去医院看看吧。那李大夫是特有名的专家。你不是就盼着我得上更年期吗？心悸啊，是由于雌激素水平改变引起的。你的化验显示，黄体酮在正常水平的底线，雌激素比正常的范围偏低。我上次给你开的药，你还在吃吗？吃，一忙就忘了。那可不行啊！我是按最小剂量让你补充一下雌激素。你心脏不好，这段时间你要格外注意，除了不要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之外，还要保持心情愉快。好，
李大夫，我最近觉得潮热的特别严重，经常就觉得心慌、心跳咚咚咚咚，而且还热的冒汗、闷难受。这些症状在你更年期以前是不会出现的，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。原来很适应的一些食品，现在都会加重你的心脏负担，引起血管的收缩和扩张。哟，能治吗？药物是阻止不了生命的自然规律的，它是替代品，只能缓解一些症状。这些药物对你生理状态的改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心理方面那就要靠你自己来调节了。像生气呀、恐惧啊、悲伤一类的情绪变化时，会使你的血压升高，加速动脉硬化的过程，导致冠心病，这就非常危险了。我怎么就控制不了我自己呢？有时候经常发一些无名火，甚至大发脾气，对不对？对，哎呀，太对了！哎，我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有时候我觉得有原因，仔细一想，没原因。更年期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，不过你别担心，像发脾气啊、发火呀，这一类，都是你正常的一种释放行为，是心理的健康表现。你要是长期闷着，那就会出现问题了。有数据表明抑郁的女性和正常女性相比，得冠心病的比率高73%。是啊，可不是吗？李大夫，我从来不压抑自己啊。我听了你这话以后我该高兴的时候就高兴，不高兴的时候我也高兴。这能这样就好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教你一种心理调节方法，好吗？来，你请到这里来，坐到这张椅上。这种心理调节方法叫安全岛技术。慢慢的把眼睛闭上，全身心要放松，在你的内心去想象一个地方，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，像西沙的海岛蓝蓝的天空，清新的空气，这一切多美呀！你可以深深的吸一口气，你在这儿非常的安全，你会觉得此时此刻你是最幸福的。怎么了？你憋死我了！哎呦，深深吸一口气之后，慢慢的把它呼出来。你没说呀？我们再来一次全身心放松。对，在你的内心建立起一种视想，你可以想象，它可以是一个旅游的圣地，鲜花遍地都是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，自由自在，这一切多美呀！你可以深深的吸一口气，你在这儿非常的安全，你会觉得此时此刻你是最幸福的。爸，我还以为是苍蝇呢。佳慧，你这是练气功的？哎，跟你说，练气功可得要有师傅指导不然会走火入魔。爸，我这不是气功，是治疗更年期的一种新方法。哦，那你练。哎，爸，坐，我想跟您聊聊。行，我也想跟你聊聊呢。爸，我最近这阵子是不是特别烦人？您跟我实话实说，千万别客气啊。我觉得吧，你最近这一阶段呢，的确变化挺大。爸，其实我也知道茂林是个好人，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就信任他的人品。可是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，我总是怀疑他背后有别人了。佳慧，古语说心里有鬼，就把鬼招进来了。这都是你自己闹自己，知道吗？这茂林他妈闹更年期不知不觉就过了。我是没经验，我呢总这么想，生活里边夫妻俩磕磕碰碰难免。你呢克制一点，茂林呢体谅你一点，俩人一救，这事情就过去了。是，爸，您有更年期吗？
知道，没准还没过呢。爸爸，我教您一种方法，特别好。来，您啊，放松，闭着眼睛，全身心放松。哦，就坐这儿。对，您啊，想象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也可以是您去过的地方，也可以是没去过的地方，或者是您最想去的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可能是西沙群岛啊，大海蓝天，鸟语花香。好车，车怎么样？处处和秦副局长那辆车是一模一样啊！哎，刘局，谢谢啊。王莲，这车怎么样？谢谢领导关心啊。你们处经常下乡，早就应该给你们配车了。这不嘛，这回买车呀，我首先就想到你们处，以后大家伙下乡就会少受苦了。啊，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好。领导就是领导，左手一松啊，让你掉进沟里，右手再把你拽起来。倒是多倾向啊！回家。烦就行。爸，我跟你说，凡事不能没完没了啊！那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爸，我们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我不就屁大点官的事儿吗？你至于吗？啊？古人云：“荣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。”啊，你是发配中军了，还是卸甲归田了？啊，你至于吗你？爸，您不知道，他现在有点得寸进尺了。你说他在家里闹吧，我不理他，不跟他一般见识也就算了。他现在弄我们单位去，弄得我特别狼狈。他以前是这样吗？他不是这样吗？他不是有更年期吗？更年期啊，那全世界人民得更年期的多了。那谁像他似的？我们单位那李大姐，那前好几年就开始更了。还有马玲子，比她小不了几岁，人家怎么正常啊？人家谁都没像她是中了邪似的，一天。我跟你说，他今天呢去看病，哎，我觉得是不小的进步，哎，抱回一大堆药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知道自己有病，这就是个好的征兆。你说，跟一个病人，跟一个老婆去怄气，丢人你！我跟你说啊，他闹，我不管，那是儿媳妇儿，你要由着性子闹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回家。
爸，你别管这种事儿行吗？别，你让我再想一想。我。 不是我现在，哎呀，我。 该换季了，我给你换个薄点的被子吧，啊。好好睡吧，啊，睡吧。 咱们两个都冷静一下。睡吧，热吧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宋姐，我看你到学校来，有点恍惚，我有点担心。秋颂你都看到了，不是在那儿吗？你就别担心了。你一直在跟着我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秋颂一直不回家，他的心思我能理解。 你能理解？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。可谁理解我呢？我这不看见他吧，想的要命；看见他吧，我真伤心。宋姐，他会从阴影中走出来的，你就有点耐心行不行？听他爷爷说。 上次是你通知了我们，要不然宋宋指不定跑到哪儿去。谢谢你啊！别客气，客气什么？宋姐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啊，你先走吧，我再看看他去。走吧。哎。水，这都叫坑水弄的。宋经理，快点吧！这一停水一来水的，可真坑人呢。没准谁家就忘关了。我早晨一看，你家满地都流的水外头。哎呦，那真得谢谢你了。
你说他也太粗心了，这要不是及时发现的话，非把我这地板地都给泡了不可。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细心的？不过这姑娘倒挺漂亮，漂亮归漂亮，她能过日子吗？宋经理，你可是个场面上的人儿，这婚姻大事啊，可由不得孩子。我说他李大妈，您说的是谁的婚姻大事儿？住这儿那姑娘啊，不是邱颂的女朋友吗？您扯哪儿去了？嘿，我还以为，除了那姑娘，还有别人来吗？这白天呢就她一个，晚上嘛，这晚上什么人来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嘿嘿，一个人睡觉干嘛要俩枕头？宋经理，你先搁这儿拾掇拾掇啊，我那边还忙着呢。哎。小宋，控制，别犯疑心病。海边儿，还有。没错，没错，你说的对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喜欢清清楚楚，哪怕是鱼死网破都得争出个高低来。我们这些老夫老妻的就不一样了。你说厨房、厕所、客厅、卧室这些地方哪有真理呀？对，高论。其实呢，你嫂子来闹，也并非偶然。她最近一段时间压力太大，有点借题发挥。邱颂还和你们僵着呢。僵着呢。说实话，我真希望她早一天能够理解我跟她妈的一片苦心。嫂子很爱邱颂，从名字我就能感觉得到。是啊，邱颂这两个字就用了我们两个人的姓。那个年代流行这个，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挺俗气的？哪儿呀？你们姓儿挺好的。为了把她养大呢，佳慧就没再生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刚刚颁布不久，管得特别严。如果我们生了自己的孩子，邱颂就得办理领养手续才能落户。所以佳慧呢，又怕这个孩子长大之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会难受，所以嫂子就没再生。
当时她已经怀孕了，有2个多月了。到宝兴镇医院做流产，是我陪她去的。坐在拖拉机上一路走一路哭啊。后来我就劝她，咱不做了，咱把孩子生下来。你嫂子还是进了手术室。嫂子可真了不起。哎，师傅，还有没有大点的鱼啊？没有了，就剩这么多漂亮。哦，你说你自己连吃饭都不守时，这鱼还不得让你给饿死？给你买的，给你办公室啊添点生气。这不算受贿吧？与公无关，是咱俩的私交。宋佳慧啊，你干嘛总是怀疑邱茂林跟别的女人有染呢？一而再，不能再而三的闹了啊！小宋，茂林儿其实挺迁就你的啊，生活这么些年了，从来都没背叛过你，对吧？沉住气，哎，沉住气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啊，这说明你不自信。你不自信！不自信！不自信，不自信。新款的衣服，你穿白衣服。哎，秋处，下了班不去别的地儿，直接回家啊？那秋处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先走。海伦，走了。再见。我不能老当流浪汉呐，亲自当头一把刀忍呗。没那么悲观吧？我给你提个建议，回家呀，电话。喂，佳慧。茂林，你跟苏海伦在一起呢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上午老房子那边跑水了，我去处理了一下。那个，我看他那米呀都在地上泡着发了，肯定不好做饭了。你晚上带他一起过来，我多炒几个菜啊。我知道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菜都要炒糊了，就这么着啊，赶紧回来。哎呀，说曹到。是嫂子。进去了，秋处走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对了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回家呀，
好好哄哄嫂子。以我之见，往往啊，一束鲜花就可以化解矛盾。鲜花？啊，没那么简单。哦，这么多菜啊！欢迎欢迎，让你请的客人呢？孙海伦呐。哎呀，你怎么没把人给带来呢？都下班了，下班人都回家了。那我做这么一大桌子菜，谁吃啊？谁让你做来着？王雷，家伙为了请你这同事，忙了大半天了。可不是白忙活。那不白忙，不白忙，咱自己吃呗。啊，自己吃也该吃一顿好的了。是，爸，咱吃饭。哎，咱们吃。哎，学会善待自己。对啊。爸，佳慧啊，你不戴眼镜也有学问，戴着别扭就摘了呗。我也觉得摘了好。哎，爸，楼上那小孙真逗，自己有的房子跟咱们面积一样大，就是不住，偏偏要去住咱们那旧房子。哎，王林，盛汤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上边真的是没法住，犯恶心。哎，茂玲儿，不过你做的是对的啊。这个同事之间嘛，就是要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哈。大小你也算是他的一个领导啊，所以要善待下属。哦，对了，爸，这个菜呀是新下来的韭菜，您得多吃点。我看杂志上说啊，韭菜里边有微量元素，对人有好处。好，男不化酒，女不化舞啊。那我到底吃还是不吃？少吃点呗。这汤味不错，是吧？做得好。哎，这汤真好。哎，佳慧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佳慧？怎么了？要吐啊？佳慧，怎么了？佳慧，啊？这汤汤怎么了？汤？你在汤里放什么了？你做的汤我能放什么呀？你刚才端过来的时候，你刚才端在路上，你给我放什么了？我给你放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放啊。不对，有毒。有毒？你肯定给我下毒了。你神经病！我跟爸都喝了，怎么会有毒呢？有毒？有毒？有毒吗？哎呀，佳慧，你这……佳慧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哎，爸，得，还是我去吧。您那么大岁数了，你万一让宋宋撞见了，他对您不理不睬的，多伤您的心啊！那有什么？我再拿回来不就完了吗？爸，那个您千万别直接送到宋宋宿舍里边啊！我听你的。您呢，等着高尔文。我呢，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！我就在门口等着，好吧？爸，您呢就在门口等着，在学校的东门等着高尔文。如果小高不来的话呢，您也别直接去宋宋宿舍啊！佳慧，佳慧，哎，爸，您听我说，如果小高来不了的话，您呢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啊！对，我还没至于老到这地步吧？爸，我知道我啰嗦，行，您去吧啊！哎，爸，哎呀，你瞧我这记性，爸，这包衣服给宋宋带去啊！到了，还是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。行了，我走了啊！哎，我一定给你打电话。走了。
海伦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我想和你好好聊聊。有什么好聊的？你要没什么正经事儿，我回去了。海伦，你恨我也好，不原谅也好，你总得珍惜自己。婚外情是两败俱伤的事情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你千万别步我的后尘。谁步你后尘呀？你现在住邱茂林的房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行吗？我知道，你这样做根本就不是你的本意，你完全是为了报复我。你太自作多情了。海伦，我以前是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。现在你也经历了，你也知道什么感受了，对吧？我们俩扯平了。无耻！海伦，你再想一想，我是爱你的。你没病吧？听清楚了，我就是嫁给狗，我也不会再嫁给你。你骂我脏？你以为你干净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我们两个人是一丘之貉。事实证明，这种事情就是谁早谁晚的问题。是，我意志薄弱，我经不起诱惑。你不也同样耐不住寂寞吗？你找谁不行，偏偏找个大叔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找相好的，找个年轻漂亮的。姓邱的那个老色鬼，道行比你深，当心把你玩进去。打我，算你有个性。过不了2天，全大楼都会知道这个事情。到时候你比我难看，不信，走着瞧。海伦，风风火火干嘛呢？海伦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管我，别过来！海伦，谁惹着你了？你跟我站在这儿，你就不怕别人说你闲话？还说我什么闲话呀？别胡闹了，咱们赶紧下去啊！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去。你走吧，别理我。好好好，我走。我让你们陈处长上来请你。他管不着，你也别多管闲事儿了。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宋佳慧来找过你啊？哎呀，他一个更年期的人，你跟秋初，你就别瞎猜了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对不起。海伦，我也不瞎猜了。不管是谁的问题，这儿总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吧？你总不愿意在这儿成为一道风景吧？哎，你怎么都干了？喝酒的感觉真好。行了，少喝一点吧啊！谢谢你了，秋初。我想明白了，我凭什么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啊？你根本就没想明白，你这不在惩罚自己呢吗？别喝了，都给我。在楼顶你说，嫂子来找过我。那是我这段时间神经太紧张了，条件反射吧。你当初是怎么追上嫂子的？嫂子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。一点不假，你嫂子年轻时候非常漂亮，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回头率非常高啊。
但是当时呢，有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追她，我肯定当仁不让啊。对付你嫂子这种人呐，只能智取不能强攻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小花招，拿下。太粗线条了，说具体点儿，怎么耍的小花招？这都是个人隐私，暂且不表。反正我们两个好上，我们那个时候瞄上一个人就想跟他白头到老，从一而终。我曾经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就嫁给了他。可是，海伦，你别管我，他为什么对我那么狠毒啊？哎呦，快慢点儿！哎呦，先打一会儿啊，打点儿。哎呀，我给你投个热毛巾啊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？你是？你怎么办？你是不是想吐啊？啊？要不你睡觉吧？啊，走，睡觉去吧。别痛啊！我给你倒点水去。
来了。哟，宋姐，有事吗？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有很多话想跟你聊，你看咱们就站在这儿聊合适吗？不合适。姐，坐。哎。吕记者，坐。吕记者，我今天来是特意向你道歉的，我以前真的是误会你了，我可以说是有眼不识郁金香。你这本书啊，写的简直是太好了，真的是给我们这些为了家庭、为了丈夫、为了孩子含辛茹苦的中年妇女鸣冤伸屈呀！你真是一个仗义直言、鞭挞实辟的好作者。宋姐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啊！我以前啊，生活的太简单、太单纯了。从大学到社会，我的心呐，永远保持着大学的那份单纯。我认为这个社会啊，永远是充满爱的世界。可是，在读完你这本情感独白之后，你可以说是让我茅塞顿开呀！你小说当中描写的，简直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你就像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一样，能够有先见之明，把我现在的生活都预言出来了。不，宋姐，你理解错了。是，我以前确实是理解错了。但是，当我认真拜读了你这本小说2遍之后，我可以说是温故而知新，博古而通今，知彼方能知己。你看你书中描写的这个可恨的孙处长，你说他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啊，哼！为了让他上大学，他的妻子节省每一分钱，怀孕的孩子都打掉了，为他吃了多少苦，趟了多少河，爬了多少山，砍了多少柴，最后终于把他从大学里边供出来了。可是他呢，丝毫不念旧情啊！居然跟刚分来的一个什么大学毕业的张小姐混在一起。你说那个张小姐啊，我一看她就恶心，她还算是人吗？变态狂，放着全社会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，她不选啊，偏偏选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，可以当她父亲的个老男人，生生把一个好家庭给拆散了啊！你说这个孙处长，他居然想下毒毒死自己的结发妻子，这种男人太歹毒，太险恶，简直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！宋姐，你听我说2句啊，你不要为这样的小说就多想了。对，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想问你，你到底照着谁的雏形写的？生活中确有其事。宋姐，你坐。那个，我写这样的东西啊，是为了警示生活，告诫那些背叛生活的人。太对了，就应该告诫全社会广大的男人们，让他们好好读这本书。没有这种事儿的呢，警钟长鸣；有这种事儿的呢，就要告诉他们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宋姐，你完全理解错了。我完全理解你要说什么。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这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好啊，你找一段落念一念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只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阴暗面，怎么就成了你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了呢？生活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，都是这种写照。那世界上哪有家庭，哪有社会啊？吕记者，你不要退缩呀，你不要替孙处长这样的人求情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支持你，有你有我，耶！晚安，再去读第3遍。
把雨伞带上啊！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。下得了吗？这天儿？哎呀，防患于未然嘛！哈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上班你打的去啊，省那俩钱没用。另外呀，有时间给宋宋打个电话，不管他什么态度，咱们一定要热情啊！哎呀，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？哟，又嫌我烦了是吧？没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你一定要打的。知道了。我控制住了。谁说更年期易怒发脾气啊？我这不是很好吗？啊？哎，海伦，来，坐这儿。好，大家安静啊，马上开会。我们有请刘局长安排下一步的工作。哦，小李啊，是不是我这叮叮当当的影响你写作了？没有。干嘛呢？我整理一下美好的回忆啊，我马上就好。宋姐，我来帮你吧啊！这敲敲打打的活儿就得男人来干。钉子钉这儿。好，这儿。对齐了。好。我妈活着的时候啊，总爱跟我说，人呢要活当时，不要活老。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意思。我呀，现在开始喜欢回忆喽。宋姐，您这才到哪儿啊？您离老还远着呢。我看得出来，其实啊，你就是心情不好。你应该把我那篇中年悲与痛彻底忘掉。我也在想，可能真不是茂林的问题。我一直都在怀疑我自己，哎，为什么我一见到茂林跟别的女同志在一起，我这心里头就一股无名火，完了我就妒忌的不行，我就怀疑他们俩有事儿。哎，你说，人家俩真没事儿的话，我不是非给闹出点事儿来？哎呀，我这心里头就跟我自个儿较劲，我还喜欢我过去的我。其实您很想控制，但是控制不了。你盯完没有？啊，没有。就是。散会了哈。哎。我知道你在躲我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说不清楚。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昨天你就是喝醉了。
我不知道我喝多了都做什么了。什么都没做，你就是呕吐、睡觉，再呕吐，再睡觉，别想的太多了啊。别太刻意了，容易弄得大家都不自然。我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，它就像潮水一样向我袭来，控制不住我自己。西安，你为什么那样看着妈妈？你认为是妈妈在为自己狡辩吗？10几年过去了，你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？都干了些什么？直到进了监狱，我都认为那是幻觉。你当时心里一定很焦灼。不是焦灼，是急切。我急切地想找到一个出口，把郁积在体内的怨怒都释放出来。可是我没有找到。西安，如果你把高压锅的排气阀堵死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我明白了，我们都付出了代价。当时没有人帮我，甚至一个能让我倾诉的朋友都没有。上次我就明白了你的来意。孩子啊，你做了一件积德的事儿啊，妈真为你高兴。妈，别难过了，下个月我就接你出去。报告。在里面想你的时候，妈就掉，就磨这块石头。我相信心肠是可以感动神灵的。妈常想，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日子，是妈让这个家散落了，让你爸含冤而去，让你失去了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爱。我想过多少次去死，离开痛苦，离开这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缠绕着我的悔恨。因为有你，我舍不下你。妈，我不管在你的眼中，在你的心里，我是个什么样的母亲，可是我们母子之间的这根心线是无法扯断的。它让我活下来，让我去为你祈祷，让你在外面活得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哟，小吕，小吕，小吕，
你怎么了？跟霜打的似的，挨领导批评了啊？哎，病了？宋姐啊，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呀？我倒我们家自家的垃圾，你谢我呀？哟，这是什么呀？挺好看的。你母亲真是情义深重啊！这就是母亲对儿子，小吕，母亲对儿子。可我恨他，恨了他11年。要是没有你的出现，我现在还恨他。我没为你们做什么呀，都是你们净帮我。要说感谢的话，我得谢谢你们。宋姐，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更年期的母亲，让我无法回避地重温了那段日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让我正视自己。你妈妈也是因为更年期惹的祸。其实，我妈是一个很慈爱的人，在市第8中学当美术老师，我也是她的学生，大家都很喜欢她，亲切地称她田妈妈。可是，就在我临近高考的那一年，她变了，变得不可理喻。她和同事了那么多年的老师开始抵触，无休止地与人争吵。很多慕名而来跟他学画的学生，忍受不了他尖刻的指责，离开了他。他很伤心。在家里，我和爸爸就成了他的活靶子。有一天，就因为爸爸买错了一瓶酱油，一夜之间，我们家就毁了。我妈过失伤人，判了16年，我也没考上大学，去印刷厂当了搬运工。小吕，你们家可真够不幸的。宋姐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我看到你，都会想起狱中的妈妈。我开始观察你，有的时候我都会出现错觉，把你当他。哎呦，谁呀？我猜猜啊，肯定是一个小姑娘，对吧？头上扎了个马尾巴，穿了一件白外套，还背了个粉红色的书包，脚上蹬了一双白球鞋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。对了，老同学，你说，今天给我买一包薯条呢？是啊。哎呀，坏了！我光顾着你妈妈给我布置的作业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你看，嘴上都要挂油瓶了，你这。你说话不算数。哎呀，那珊珊，老同学这里被痒了，你帮我挠一挠，帮我挠一挠。这我挠。薯条在这儿呢。哎，这不有个薯条？我就说你把东西吃了，妈妈该骂我了。你在旁边。咱们小耶，走。我自己来，让他做功课。
快坐啊，今天作业多着呢。哎，你让我看的东西呢？哦，在沙发上呢。哦。这些招新设计二审没有通过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请你指点一下。要我看，这好像设计理念上有点问题嘛。啊？我待会去研究研究。佳慧最近挺好的吧？啊。我们印刷厂也有一位大姐，也是更年期，这刚发工资啊，就跑到超市里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。哎，这一觉醒来还不知道是自己买的呢。哎呦，这更年期啊，说来不是病，这病起来还真要命。是啊。要说，佳慧有你这朋友啊，那是她的福气。她闹茂林嘛，活该，谁让他们俩是夫妻呢？你不一样啊，你能处处维护她，还处处替她着想。谁都会这么做的，谁让他是特殊时期呢？来试试吧。是吧？要是不合适，我拿去换。给我买的？啊？不，这纯羊绒的，太贵了。不，没事，我这个月拿提成了，收入挺好。试一下，颜色还不错。好，我就喜欢这颜色。哎，其实佳慧这时候啊，心里也挺难受的。是啊，要说佳慧真是个孝顺媳妇儿。可是你说这更年期闹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算了一下，搬进来隔个3天5天就得闹一次，闹得我呀血压都高了。哎，小同学，看看怎么样？老同学，你穿上这件衣服真帅，是吗？耶！秋初，表做了吗？马上就完。正经事还没干呢，你在这东张西望什么呀？秋初，这回刘局下乡啊，除了带他的左膀右臂之外，又多了一小孙儿。你看这份报告。请进。大哥，晚上有空吗？大哥，我今天来是求你帮忙的。你看啊，咱公司新进了一批化肥，新品种，就是针对咱这个地区研发的。大哥还得亲自出马呀！这下面的人呢，就认你得去上课。这是讲课费，我提前给您支出来了。小谭，甭关门，干你的活。这算什么呀？假公济私，买个心安。大哥，其实那件事啊，我早就想跟你解释了，可是我心里发虚呀。那天给嫂子发信息那个女孩，我确实认识。大哥，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咱们要请老曲、陈总他们吃饭，你说要回家陪嫂子，你记不记得？大哥，那天我喝多了，那丫头园疯了，走的时候跟我要电话，我就把大哥和电话就说出去了。谁知道他真打电话呀？大哥，我绝对不是搞鬼啊，我当时就是开玩笑。你要不相信，我现在就给老陈他们打电话。张铁庄，
你要没什么公事的话，你现在出去吧，走吧。大哥，我今天是来认错的，这事憋我心里啊，真难受啊。不管大哥原谅我也好，不原谅我也好，你永远都是我大哥。回来。哟，高啊！您来了，叔叔。啊，我在这路过，买了点水果，你给他吧。哦，你还没看见秋松呢？没有呢。啊，那您等着，我叫他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他肯定上晚自习呢，别打扰他了，事儿挺多的。叔叔，我知道您和阿姨都惦记秋松，秋松是个倔脾气，现在脑子还转不过弯来，挺气人的。哎，我劝他也没有用。我儿子，我了解。其实，他心里也挺苦的。是。他想找到他的亲生父母。那，您就不能告诉他吗？他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小高啊，这段时间对秋颂来讲肯定是过得比较艰难，我们又照顾不了他，就拜托你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吓了我一跳，挺好的。这张我还记得，好像是88年，在大连海边我给你拍的。没错。当时我出差，你非要跟我去，咱们俩住在一个小旅馆里，忘了带结婚证，还被警察好一顿盘查。是，尴尬的事儿咱就不提了。我被你吵醒了。我压根儿就没睡。你这2天心情不好吧？我每天都这样。不光是因为调动工作的事儿。哎，咱能不能不说这个？啊？咱们怎么就不能不说这个呢？这很正常啊。王玲儿，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话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你别生气啊！你说吧。海伦下乡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想控制我自己，可我没控制住。我给你们农资局打电话了，我本来只想找他聊聊天儿，可是他们办公室的人说他下乡了。
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呢？前天晚上你夜不归宿，第二天早上才回来，你能让我不多想吗？就是正常人还得寻思寻思，更何况我还在更年期里边。你肯定在海伦那儿。茂玲儿，我等着你的答案呢。是，那天宋海伦喝多了，我送她回家。你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，还是巧遇红颜知己呀？是他自己花钱买醉呢，还是你把他给灌醉了呢？你怎么老邪心八道的把人往歪处想呢？他肯定喝得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。一个大美人躺在床上，我就不相信你不动心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吗？裘茂林，我跟你结婚20多年，我今天才认清你这张丑陋的嘴脸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怜香惜玉了啊？哦，他喝醉了，你跑去照顾他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老婆。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疼欲裂的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我睡不着，我才需要照顾，我也是个病人。你别拿更年期当挡箭牌啊！瞎猜疑什么呀你啊？你跑出去寻花问柳，反而倒打一耙。我现在就找你爸去，让他老爷子评评理。哎呀，你疯了！老爷子都睡了。我就是疯了，是你把我给逼疯的。裘茂林，我明天就去找那个骚货，我让他从咱们的房子里搬出去。小绿啊，你方便吗？到我这儿来一下。我也看了一些资料，更年期会使人变得多变多疑，对任何人呢都不会信任，尤其是怀疑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宋姐，你终于敢面对自己了。其实啊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去猜疑邱大哥。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。你邱大哥跟你女房东之间确实有问题，无需我怀疑，事实如此。那邱大哥承认他背叛你了，向你忏悔了，还是你找到证据了？你是男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种事情就是带到棺材里也死不承认的。所以我请你帮我个忙，给我从暗中调查一下。宋姐，我又不是侦探，这种事儿我干不了。小吕啊，你开口闭口，宋姐有什么忙我可以帮你的吗？哦，合着是嘴把式，到关键时刻就撤下阵来了。我劝你啊，真的是别动这方面的心思。你这种行为只能使自己的心情更加烦躁，啊，对你现在这种状况的改善啊，对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，没有一点好处，只能使你的丈夫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你。你写的文章我看了，你也应该算是半个专家吧？我请你来跟我聊聊，其实就想找到一个答案啊。你来帮我分析一下，在我跟邱茂林之间
啊，问题到底是出在我身上，是由于我更年期控制力较差，无事生非，还是由于他在外面寻花问柳、沾花惹草，逼得我这个身心健康的女子必须挺身而出，来平息这种暴乱？宋姐啊，我明白了，其实啊，你是在怀疑自己。错，不是我在怀疑我自己，是你们在怀疑我。海伦，哎，夏香回来了啊，找邱处是吧？对，邱主任呢？下班走了。没有没有。哎，别碰啊，易碎物品，柴鸡蛋。是给邱处拿的吧？你看，就这想邱处，也没想点我。那你怎么没把房子借给我呀？有点功力。哟，海伦回来了。哎，邱处，海伦找你呢。啊，我找你。哎，过来。小谭，赶紧把这些样品送实验室去，局里等着要化验鉴定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啊，从老乡家里收了一箱柴鸡蛋，给嫂子尝尝吧，绝对绿色食品。啊，谢谢啊。内鱼是不是该换水了？这趟下乡呀，收获真不小。你说的对，都别太刻意了，本来就没什么，都是心里在作怪。其实呀，平常心最可贵，是吧，邱处？你能这么想就好啊。哎，邱处，你说我是不是也到了更年期？太敏感了。我看差不多。不过你要是更年期了，那我们这一代人岂不到了花甲暮年、老态龙钟了？处处，外边下雨了。哟，真要下雨了，这下回家得挨雨淋了。海伦，干脆这样，你帮我们把这些活一块干完了，我专门开车送你跟邱处回家，怎么样？小谭，你干什么活？干活谁害怕呀？没问题，反正我回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干。来，好，来。这回送回家我走了啊。好。哎，海伦，把伞带上。慢点啊。你怎么站在这儿啊？下这么大雨，快走！你看你冻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快走！佳慧。孙海伦从农村回来了，给你带了一箱柴鸡蛋，正宗的绿色食品，特别好。来吧，热。你又怎么了？我的雨伞呢？又疑神疑鬼的了吧？我问你，我给你的雨伞呢？我要我的雨伞。你不都看见了吗？借给孙海伦了。干嘛随便就把我给你的东西借给别的女人？不就这一把雨伞吗？我有。那是雨伞吗？那是我的心。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明天我把它要回来，好好保存着，别往心里去了啊。你干嘛还让他住在那儿？你就不怕我把他轰出去？那你刚才怎么不轰他呀？你是不是也觉着这样做不太好啊？邱茂莲，你是吃准了我了是不是？你不要随便就利用我的善良。你欺负我软弱是不是？不是，佳慧，今天你回答我，对还是不对？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要你回答我，对还是不对？你这哪儿跟哪儿啊？这个不对。
佳慧，找我有事吗？你看这2条鱼，你追我，我追你的，多浪漫啊！其实佳慧，你要找我有事的话，可以打个电话。我们全处的人都在仓库干活呢。啊，我热着呢，你给我倒杯水去。来，赶紧喝吧，啊！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说什么呀？你就没有什么事儿想跟我说？我说佳慧，你要没什么太重要的话，咱晚上回家说去，行吗？你看，佳慧，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的闲话中心了，你可不能像上次那么干了，行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昨天我确实是太没有耐心了。咱晚上回去好好聊聊，行吗？我知道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想不管用什么招，赶紧让我走？你特怕那个人突然进来，我们2个狭路相逢，冤家路窄，你夹在中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吧？你这说哪儿去了？那关键是大伙儿都在仓库里干活，我在这陪你聊天，影响多不好啊！好，你忙吧，我回家了。说实话，这才是我老婆，通情达理。哎，你刚才是不是特别难受？你就直接说我更年期呗。其实更年期并不是洪水猛兽，我想控制也能控制得住，那得分谁分人。得了，啊，你忙吧，我回家了。忙你的吧，别送了，你自己回去啊。哎，小谭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那儿都完事了？没有呢，我回来拿表格来了。啊，哎，秋初，我刚才在楼下看见嫂子了，她和海伦在一起说话呢。师叔，找你老婆啊，刚才有事说事。谢谢。小孙，放松啊，你有点紧张啊。嫂子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那好，我这人快人快语，咱们俩就别绕弯子了。你跟他上床了吧？嫂子，我想你误会了。哼，别解释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直来直去。你是说那天晚上吧？肯定不止一个晚上。那有过第1次，就会有第2次。别让我像挤牙膏似的啊，挤一点你说一点。你呢，图个痛快，我也图个省事儿。我承认，我对邱大哥是抱有好感。那天我遇到一连串不顺心的事儿，邱大哥开导我，后来我就喝多了，是他送我回的家。但是嫂子，我绝对和邱大哥没有一丁点的龌龊。
我用我的人格来担保。邱大哥，邱大哥，谁是你大哥呀？哈，你人格都喝高了，后来发生的事你能记得吗？你也是经过场面的人，醉酒的人，从来都是心里明白。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们孤男寡女的，同在一个空屋子里，他又那么别有用心，你又是刚离婚的女人，这叫干柴遇上了烈火，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？嫂子，谁是你嫂子？别叫我嫂子啊！你年轻又心潮，长了那么一个勾引男人的脸，你说，哪个男人不被你勾了去啊？哪个好男人能躲过这一关？你太不可理喻了！不可理喻的是你。你自己的丈夫被别人勾走了，我在楼下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就要找别的男人报复是吧？你这叫寻求一种心理平衡。可你找谁不行啊？偏要找我们家茂林。你太过分了！两位有什么需要的吗？看什么看？走开！你坐好。我告诉你，邱大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开了你，那也是你自己做的。他的火了哈！